洞察局勢，開啟視野。這裡是火力早報時間。基輔遭遇能源危機，俄羅斯犯下反人類罪，日菲聯合應對突發衝突。基輔獨立報報道，烏克蘭首都及多地能源基礎設施遭遇俄羅斯新一輪大規模襲擊，能源供應形勢極為嚴峻。烏克蘭全局發表聲明，正式向有關國際機構提交證據，指控俄羅斯針對烏克蘭民用能源設施的持續打擊已構成反人類罪。目前的基輔天氣已經達到-11°C，俄羅斯卻頻繁打擊烏克蘭能源設施。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應急響應總部全天24小時工作。能源基礎設施被炸後，緊急服務人員和專家就會迅速抵達，但修復之後，緊接着就是新一輪的襲擊。基輔能源智庫迪克斯集團分析指出，俄羅斯採取的破壞、修復、再破壞消耗戰術，目的就是癱瘓烏克蘭的國家運作能力。烏方呼籲美歐盟友迅速加強防空系統援助，以應對當前的極寒環境。戰場方向，烏克蘭對外情報局發布報告稱，俄羅斯正計劃在頓涅茨克被佔領地區啟動一項大規模地質勘探與開採計劃，持續到2031年。烏方指出，這是俄方在傳統能源行業遭重創、財政收入銳減的背景下，試圖通過掠奪烏克蘭礦產資源來彌補戰爭消耗的舉措。報告強調，俄羅斯此舉嚴重違反國際法準則，將地質勘探作為掠奪被佔領土自然資源的工具。烏克蘭情報部門分析，隨着俄石油行業面臨技術封鎖和出口限制，克里姆林宮正急於尋找替代收入來源，而這一非法開發計劃可能會進一步加劇頓巴斯地區危機和環境惡化。歐洲地區，德國加大制裁執行力度，在波羅的海攔截俄影子艦隊，目前已經在北海水域攔截了一艘代號為塔維安號的油輪。經核查，該船不僅列入美國制裁名單，且長期使用偽造旗幟和識別號航行，試圖規避監管，將石油運往聖彼得堡。鑑於其違反國際海事規定且缺乏有效保險，德國執法部門依據相關法律禁止其通過德國領海。在打擊俄羅斯利用影子艦隊規避能源制裁方面，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德國方面強調，針對掛虛假旗幟船只的執法行動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亞洲地區，日菲軍事合作進一步升級。據美聯社馬尼拉報道，日菲已正式簽署軍事物資與勞務相互支援協定。根據該協定，日菲兩國部隊在進行聯合演訓或執行人道主義救援任務時，將實現彈藥、燃料、食品等後勤物資的互通與免稅互補。在此之前，雙方已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允許部隊相互部署進行實彈演習。如今再加上 ACSA 的後勤支援，日菲兩國在軍事操作上的互通性將大幅提高。除了軍事合作，日本也宣布对菲律賓提供新的安全援助。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日菲兩國通過深化雙邊防務機制，將顯著提升應對地區突發安全挑戰的協同能力。今天的早報到這兒就結束了，後續結果如何，火力軍將持續關注。我們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